平常泡茶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怎么判断这泡茶还能不能再泡？像我通常就是看茶汤颜色，如果颜色还深，就会觉得茶味应该还在；那颜色淡了，就准备把茶杂倒掉。这样判断真的准吗？其实不一定错啦，但这样可能会错过茶汤真正的变化，因为像是汤色啊、香气，还有喝进嘴里的滋味，它们不一定同步上升，也不一定会同步衰退。咦？可是如果颜色还很漂亮，闻起来也还有香气，这不就代表茶叶还能泡出不少东西吗？其实还能泡出东西，这不代表它还在最好喝的状态哦。欢迎来到茶学笔记，今天我们就用一篇2025年的研究，看看一款茶能泡几泡，和哪几泡最好喝，究竟是不是同一件事？那这篇刊登在国际期刊就是食品 Foods 的研究啊，他们把同一份冰岛古树普洱生茶连续冲泡了14次。那研究就发现啊，虽然前11泡都有不错的感官表现，可是最好喝的区间其实是集中在第3到第7泡。原来如此，所以说前11泡都有不错的表现，这代表它确实蛮耐泡的。但真正的风味高峰还是集中在中间这几泡。没错，所以一款茶能泡到第几泡，跟哪几泡最好喝，这其实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可是我还是有点不懂哎，就是这篇研究为什么偏偏要泡14次？为什么不是10次，或是像茶友常说的那种20泡以上？这个14泡，它其实不是这款茶的极限，而是研究设定的一个观察终点，主要就是用来追踪同一份茶从前段一直到后段的感官与成分变化。了解。那研究实际上到底是怎么泡的啊？他们的研究是使用5公克的茶叶，然后以110毫升摄氏100度的纯水来冲泡。第一泡是20秒，接着就是30、45、60、80秒，之后就逐泡延长，一直到第14泡的时候是380秒，也就是6分20秒。哇，越到后面泡越久，这感觉很像我们平常觉得茶味变淡了，就是想说多焖一下那样。对，没错。论文里面也特别提到，这种逐泡延长时间的设计，其实就是为了贴近日常冲泡的做法了。那研究主要想看的是，当前段那些比较容易进出的物质逐渐减少之后，即使你延长时间，后段到底还能泡出什么？而且他们每一泡茶汤取出后，都会先快速冷却到室温，然后才交给9位受过训练的评审去品评。这也是为了避免温度去影响不同泡次之间的比较。那研究是用哪些标准来比较这14泡的表现呢？这个评分标准啊，包括了滋味、香气还有汤色，其中滋味跟香气是各占40%，那汤色则是占20%。了解。那他们喝完这14泡，最明显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先看香气的部分，从第1泡到第11泡，它的香气分数都落在80到100分之间，这代表这款茶的香气延续性其实非常高。接着再看滋味，第3泡到第7泡的滋味分数全部都超过90分，很明显高于其他的泡次。而在这个研究的评分标准里面，90到100分就代表它的滋味非常浓厚、滑顺，而且回甘非常明显。所以它整体的感官表现是从前段逐步上升，到了第6泡达到最高点之后才慢慢下降。哇，所以这不只是还有味道而已，而是中间这几泡真的被评为浓厚、滑顺，而且回甘明显咯。对，没错。那第1跟第2泡不就比较差了吗？其实也不能这样说了。第1跟第2泡它仍然有香气和滋味啊，只是就是还没有形成像第3到第7泡那种比较完整的风味组合而已。同样的道理，第8到第11泡也不是说不能喝，它们其实还是有80分以上的综合表现，只是说已经离开它的最高峰了。所以我可以说这款茶确实是很耐泡，但是耐泡并不等于每一泡都同样好喝，对吧？对，
那研究其实也显示了，这款冰岛古树茶的连续冲泡表现确实是很好的。可是，既然茶味都开始往下走了，那茶汤的颜色不也是应该跟着变淡吗？在我们一般的直觉，确实都会这样想。但研究发现茶汤颜色虽然是有变，可是它的变化幅度却远小于滋味的变化。像是茶汤一开始其实是偏黄绿色的，之后逐渐转黄，然后到了第7泡之后，再慢慢转为比较浅的黄绿色。其中第6泡的汤色评分是最高的，呈现一种很漂亮的明亮黄色。所以汤色不是完全没变，只是变化远小于滋味。对，色彩仪器也显示，这14泡之间的明亮度颜色的浓淡，还有整体的色调，其实都没有显著的差异。那也就是说，虽然汤色看起来仍然很相近，但里面的滋味比例其实早就已经改变了。哇！所以如果只看汤色的话，可能就会低估了，比如说第2泡和第10泡在滋味上的差别。没错，所以汤色还深，不代表它还在风味的高峰。那汤色变淡呢，也不代表这泡茶就不能喝了。那为什么偏偏是第3到第7泡啊？是不是这几泡里面有某一种特别厉害的物质突然变得很多？其实并不是某一种物质越高就越好真正的关键是不同物质进入茶汤的时间不一样。这个研究主要是追踪了3大类的风味相关成分，包含了游离氨基酸 （free amino acids）， 还有咖啡因以及茶多酚家族中的不同儿茶素。那这个游离氨基酸它主要负责什么味道呢？它主要是提供鲜味，那其中部分的氨基酸呢，也会带来一种比较柔和的甜感。在这个研究中游离氨基酸其实在第2泡的时候就达到了最高点。那咖啡因主要又是负责什么味道呢？咖啡因它主要是带来苦味，它在前段的进出会比较快，所以在研究中可以发现，它从第3泡之后就快速下降了。所以前几泡就是氨基酸带来鲜味和柔和的甜感，然后咖啡因则是带来了苦味。对，其实茶汤里的鲜味与苦味是会同时存在的，那每一泡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它们之间的比例。那儿茶素又是什么东西？它跟刚刚提到的茶多酚是什么关系啊？其实茶多酚呢，它就像是一个大家族，而儿茶素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群。这篇研究是先测量了总茶多酚，然后再把儿茶素细分成质型与非质型，来观察它们在不同泡次里面的变化。那这2种儿茶素喝起来会有什么差别吗？非脂型儿茶素 non-ester catechins， 它带来的涩感相对来说比较弱，这是在第3泡达到最高点。那脂型儿茶素 ester catechins， 它带来的涩感就会相对比较强一点，是在第5泡达到最高点。其中，像我们常听到的表末石子儿茶素末石子酸酯，也就是 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简称 EGCG， 它就是茶汤中很重要的涩感来源之一。那整体来看的话，研究里的脂型儿茶素进出量也是显著高于非脂型儿茶素的。等等，所以这款茶泡到中段的时候，它的涩感其实并没有消失，反而是这个比较涩的脂型儿茶素在第5泡达到高点。没错，这也就是为什么第3到第7泡拿到了高分，可是我们却不能简化成说，因为这几泡最不苦最不涩。真正的关键其实是因为鲜、甜、苦涩还有香气，刚好在这个区间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平衡。可是我常听茶圈有人说，有涩感就是不好的茶，说什么好茶只有收敛感，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啊？其实这样分不太准确了。涩感 astringency， 它主要就是表现为像是干粗紧跟收缩这些口腔感受。而茶友口中常讲的那个收敛感，通常只是指那种比较细致、适度的涩。所以重点其实不是有没有涩，而是这个涩感它是否够细致，会不会太强，还有能不能和鲜甜感、香气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那茶友常说的涩化的快，这个化意思就是说涩感消失了吗？从感觉上来说确实没错，因为儿茶素会和我们的唾液蛋白产生作用，这就会降低口腔的润滑度，产生那种干涩跟收紧的感觉。那在茶汤吞下去之后呢，随着你的唾液持续分泌，口腔逐渐恢复了润滑，这个涩感自然也就慢慢褪去了。
那为什么接着又会生津回甘呢？这个就是当苦涩感逐渐褪去，口腔重新变得湿润的时候，原本茶汤里面就有的那种鲜味、微甜跟甜香，就会更容易被察觉到。那再加上经历了苦涩前后的这种感官对比，回甘当然也就会变得更明显了。那是不是代表越涩，它的回甘就越强啊？其实也不一定。如果这个涩感太粗糙、太强，或者是停留得太久，它反而会去压住原本的鲜甜和香气。让我稍微整理一下哦。所以是第2泡游离氨基酸最高，第3泡非脂型儿茶素最高，然后第5泡质型儿茶素最高，而咖啡因则是从第3泡之后就快速下降。所以是因为这些成分刚好都交汇在一起，所以第3到第7泡才会最好喝吗？没错，因为前段的鲜味与甜感还没有完全退场，然后咖啡因带来的苦味又逐渐在下降，这2类儿茶素又刚好在第3泡与第5泡陆续达到了高点。因此呢，第3到第7泡不是说完全不苦不涩，而是多种滋味同时存在，没有哪一项去完全压过其他的感受。所以说，第3到第7泡最好喝，真的不是因为某一种成分特别高，而是这些成分刚好都在中段漂亮的交汇了。对，这其实就像是一个乐团在表演一样，不是说某个乐手越大声就越好，而是鲜、甜、苦涩跟香气刚好在茶汤的中段搭配的最为完整。原来是这样，所以最好喝的关键不是单一成分最高，而是整体的比例最平衡。对，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啊，好不好喝终究还是人主观的感觉嘛。这9位评审认为第3到第7泡最好，有没有可能只是他们刚好都喜欢这种风味而已？其实研究团队还使用了组成分分析，也就是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简称 PCA。他们把这14泡的化学组成画成了一张成分地图，结果就发现第4到第7泡刚好聚成了一个独立的群组，而这个群组又正好落在了感官的黄金区间。哇，所以是人的舌头找出了第3到第7泡，然后化学数据也把第4到第7泡给圈了出来。没错，就是2条证据彼此呼应了。那第7泡之后呢？为什么它就慢慢离开风味高峰了？因为有几项主要的风味成分都明显下降了，像质型儿茶素下降了 28.82%， 非脂型儿茶素也下降了 21.83%， 游离氨基酸则是下降了 28.86%， 其中咖啡因是下降最多的，达到了 40.37%。可是连苦味和涩味物质都减少了，那茶喝起来不是应该更顺口吗？其实不一定哦，因为减少的并不只有苦味跟涩感，它的鲜味与甜感也跟着一起下降了。所以这时候的茶汤可能真的是比较不苦也不涩了，但它却也变得更淡、更单薄。那原本的平衡与层次感自然也会跟着下降。所以第7泡之后，茶汤不是没味道，而是逐渐离开风味高峰。对，而且研究发现到了第14泡的时候，即使浸泡时间都已经延长到380秒了它的主要成分仍然没有回到前段的高点。这代表单纯把时间拉得更长，也无法把已经失去的风味平衡重新泡回来。讲了这么多，我最想知道的是，在家能不能照着做？当然可以啊，你只要先记住4个条件，就是5公克的茶叶，110毫升的水，摄氏100度，然后第1泡是20秒。那接下来各泡的时间依序就是30、45、60、80、100、120、150，还有180秒。这边是建议至少要泡到第9泡啦，这样你才能看出它一个完整的风味变化。好，那每一泡我应该要记录哪些感受？你可以记录一下它的香气啊、鲜甜感、苦味、涩感、回甘，还有去感受一下茶汤有没有开始变薄。如果你想进一步去观察这款茶的耐泡度，当然也可以继续往下泡到第11泡。那这套泡茶的描述，我也可以拿来参考其他种类的普洱茶吗？其实是可以当做一个参考的起点。虽然说不同普洱茶的黄金泡次可能会不太一样，
但你可以先照着这组描述来冲泡看看，然后再根据实际喝到的浓淡跟口感去做微调，慢慢找出每一款茶属于它自己的那个风味高峰。了解。所以说14泡其实只是这次研究的一个观察终点，并不是这款茶的极限。而第3到第7泡是它的风味高峰，这当然也不代表所有的普洱茶都会一模一样。没错，其实这篇研究真正让我们看见的是，同一款茶从第1泡到第14泡的过程里，它的香气、鲜味、苦味与色感一直都在重新排列。像第1跟第2泡，风味还正在展开。第3到第7泡才形成了最完整的平衡，那第8泡之后呢，就逐渐离开了这个风味的高峰。也就是说，第1泡不是不好喝，第11泡也不是不能喝，只是每一泡所处的风味阶段不同，而且汤色还漂亮，不代表滋味还在高峰，喝到涩也不代表茶不好。对，其实真正重要的是鲜、甜、苦、涩跟香气，它们之间能不能够彼此协调，而不是去追求某一项特别突出。所以下一次在泡茶的时候，不要只去数它能泡几泡，也不要只看它的汤色，可以试着用心去找出这款茶到底是哪几泡最香、最有层次，也最让人想再接着喝一口呢？能泡几泡，它看的是茶的续航力，但哪几泡最好喝，这才是它真正的风味高峰。这里是茶学笔记，用科学理解一杯茶，也替每一个漂亮的茶故事保留必要的怀疑。我们下次见。